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胜败已定，蒋介石黯然坐上了前往台湾的飞机。回首自己几十年的政治生涯，蒋介石心中充满怨愤。直到晚年，对于当年失去江山，蒋介石依旧无法释然，也始终没有放弃他那反攻大陆的春秋大梦。在自己的日记里，他无数次地抱怨起当年旧事，还提到他失去江山只怨2个人。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蒋介石失去江山根本的原因在于他自己所领导下的国民政府腐朽黑暗，失去民心，蒋介石自己要为失败负主要的责任。但是蒋介石从不反思自己的错误，而是把罪责归到了李宗仁和马歇尔这2个人身上。李宗仁和蒋介石一贯不和，而马歇尔代表的是美国。这2个人当年和蒋介石发生过什么矛盾，以至于让蒋介石认为这2个人竟是他失去江山的罪魁祸首呢？先说李宗仁，他和蒋介石是长期的对手，而且还曾经夺取蒋介石的总统之位。蒋介石平生最爱的就是权力，所以他恨李宗仁也完全不让人意外。蒋介石和李宗仁初次见面是1926年，那时蒋介石正陷在和汪精卫激烈的权力斗争之中，又在不久之前被免去了北伐总司令的位置，地位上很是尴尬。而李宗仁当时打着孙中山先生的旗号，统一了广西，成为了桂系军阀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对于李宗仁的态度是拉拢他，不仅给李宗仁送去了大量的金银珠宝，许诺高官厚禄，甚至还和李宗仁拜了把子，以兄弟相称。但这结拜对2人来说都是权宜之计。李宗仁要借蒋介石的东风，蒋介石要反对汪精卫，反对共产党，同样需要李宗仁的部队支持。2个人出于共同的利益，也算是携手合作了一段时间。但很快，和平的假面具就维持不下去了。1927年，由于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成为了北伐军暂时的领袖。但蒋介石也不是好惹的，他很快拉拢各派势力，卷土重来。1929年，蒋介石动手裁撤各地军阀，同时挑起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军阀的矛盾，使得李宗仁的势力大受影响。李宗仁不愿坐以待毙，蒋介石则磨刀霍霍。于是1929年3月，积怨已深的2方爆发了战争，李宗仁一派落败。只是和蒋介石遇到的其他军阀不同，李宗仁并没有一蹶不振。靠着自己在广西的势力，李宗仁虽然长期和蒋介石存在矛盾，但却始终在国民党中占有重要的政治地位，这便更让蒋介石怀恨在心，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可是不管是财政方面还是军事方面，蒋介石都没有力量彻底将李宗仁的势力铲除，双方只能这样面和心不和地相处到1948年。此时随着3大战役的进行，国民党败局已定，由此引发了国民党内部的大动荡。蒋介石的总统之位岌岌可危，李宗仁和他背后的桂系军阀想要趁机上位。失去总统职位对蒋介石来说无异于末日，所以在竞选之前，蒋介石已经大肆操纵选票，希望能够斗败李宗仁等一众对手。但是李宗仁同样也使出手段，导致最后竞选的时候，蒋介石并未占据优势。1949年1月，蒋介石迫于压力下野，李宗仁成为了国民党的代总统。可这并不意味着斗争停止，蒋介石手中仍有权力，所以在暗中，蒋介石开始架空李宗仁这位代总统。到了1949年4月，居住在上海的蒋介石接到了李宗仁的消息，李宗仁要求蒋介石离开上海，同时希望蒋介石交出储备的物资。此刻上海是国民党最后的堡垒，蒋介石将自己掠夺来的大量金银财宝都囤积在上海，随时准备带往台湾。蒋介石在日记中自称自己在上海是稳定局势，不过以当时的情况来看，蒋介石在上海无疑对李宗仁的权力造成了威胁，所以这件事情闹得李宗仁和蒋介石双方都很不愉快。更让李宗仁郁闷的是，自己这个总统始终不能够真正的大权在握。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李宗仁背后的桂系军阀也被打得千疮百孔，失去兵力的李宗仁没有了和蒋介石继续抗衡的资本，蒋介石就此抓住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就连美国人此刻也放弃了李宗仁。在权衡之后，美国方面认为还是蒋介石更值得扶持。就这样，在种种优势之下，蒋介石回到台湾不久就重新夺回了自己的总统位置，而李宗仁则黯然地远走美国。这场政治斗争看结果是蒋介石赢了，可最后却令蒋介石始终耿耿于怀。原因在于
蒋介石虽然从李宗仁手中夺回了权力，却也只能守在台湾岛上遥望大陆，嗟叹不休。蒋介石认为自己的失败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李宗仁不断地和自己夺权，导致了国民党内部动荡。出于这种怨恨，蒋介石在来到台湾不久之后就清算了李宗仁曾经的搭档白崇禧。当然，李宗仁由于身在美国，所以逃过了蒋介石的政治清洗。总之，在逃往台湾之后，每次提起李宗仁，蒋介石都咬牙切齿。在他与李宗仁斗争的几十年间，他也曾经几度对李宗仁组织暗杀，只是都没有成功。而后来李宗仁弃暗投明，从美国返回大陆，并积极地为两岸统一奔走，蒋介石却落寞地死在台湾，一生都没有落叶归根。对蒋介石而言，这也是一种莫大的悲哀。而蒋介石认为自己失去江山的第二个罪魁祸首是美国的马歇尔，这就涉及到他曾经和美国的关系了。在人们的印象之中，蒋介石一直为美国马首是瞻，没有美国的援助，台湾也不能支撑这么久。但事实上，对于美国这棵大树，蒋介石的心情相当复杂。美国从不做赔本的生意，他们之所以大力地扶持蒋介石，只是为了在中国培养一个傀儡而已。特别是后期，美国将台湾视为自己的战略资源，对于蒋介石指手画脚，横加干涉，蒋介石敢怒而不敢言。所以蒋介石心中对美国也有一股怨气，只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大部分时间，蒋介石不得不对美国以礼相待，而马歇尔正是美国的代表，因此蒋介石对美国的这种怨气不可避免地投射到马歇尔的身上。马歇尔并不是一个简单人物，他在二战期间担任美军的参谋长，是二战胜利的功臣之一。1945年抗战结束之后，蒋介石迫不及待地想要发动内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马歇尔派来了中国，其目的是为了劝阻蒋介石。美国认为此时发动内战对于美国今后的战略规划是不利的，因为美国的策略是扶持中国来打压当时的苏联，如果中国陷入长期的内战之中，那就难以起到压制苏联的效果。而更糟糕的是，如果蒋介石失败，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那亚洲就多了一个红色政权，美国就更没有办法彻底控制亚洲了。所以马歇尔对蒋介石提出应该以和谈为主，并最好建立起一个国民党为主、共产党为辅的政府，尽快使中国的政局稳定下来，美国才好继续实现他们在亚洲的战略图谋。但蒋介石可不管这些，他对于权力的渴望已经达到了顶峰。蒋介石嘴上虽然说着民主，但内心是个不折不扣的独裁者，这种两党并立的局面，蒋介石绝不愿意看到，这让马歇尔非常忧虑。于是马歇尔不得不提醒蒋介石，假如他执意要发动内战的话，美国将不会给他提供任何援助。同时共产党在此刻也进行了让步，这是因为美国、苏联等大国一致同意中国组建联合政府。所以周总理在与马歇尔谈到此事时表示，愿意与国民党一起寻求政治民主化。马歇尔对于周总理的反应非常满意，但接下来蒋介石的应对又让马歇尔陷入了愤怒。因为马歇尔离开不久，蒋介石便不顾美国的反对，火速出兵开赴东北。此时的东北是无主之地，又是全国的工业核心，国民党和共产党谁也不能失去这块土地，所以大战一触即发。当马歇尔回来，看到双方的矛盾持续扩大，不由得对蒋介石大失所望。不过马歇尔认为此刻还有和平谈判的空间，所以他勒令蒋介石在东北停战。蒋介石坚决不肯，双方拉锯了2个月，最终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在马歇尔不断威胁断绝援助的情况下，蒋介石只好在6月宣布了停战。但停战也是有条件的，蒋介石告诉马歇尔这个中间人，共产党也必须撤出东北地区，而且要交出军队。这样过分的请求让马歇尔哭笑不得，共产党怎么会答应这些条件呢？但蒋介石却不肯做出丝毫的让步。马歇尔预感到自己这一趟中国之行只怕是要无功而返。蒋介石本人对于马歇尔所谓的调停更是不屑一顾。蒋介石认为，只要自己在与共产党的斗争之中取得胜利，美国考虑到亚洲的利益，依旧还是会扶持国民政府。到了1946年10月份，马歇尔给蒋介石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他继续这种疯狂的行为，那马歇尔只好停止调停，将来后果如何由蒋介石自负。蒋介石并没有把威胁当作一回事，他认为国共两党之间实力悬殊，所以自己胜券在握。
被自信冲昏头脑的蒋介石竟然对马歇尔摆起了脸色。马歇尔彻底失去了耐心，于是他向美国总统打了报告之后便离开了中国。马歇尔的离开让蒋介石松了一口气，对于美国人，蒋介石实在没有什么好印象，他最讨厌别人对他的主张提意见。而随后马歇尔又做了一件让蒋介石大失面子的事情。原来马歇尔在回国之后认为蒋介石这个人不听劝告，无可理喻，于是便逐步停掉了对于国民党的援助，从前留在中国境内的美国士兵也分批回到了美国境内。这个举动让国民党元气大伤，蒋介石在日记里对马歇尔口出恶言：马歇尔不讲信义，执迷不悟，没有政治常识，诚比陋之见丈夫也。当然蒋介石这些暗地里的谩骂马歇尔是听不到了，马歇尔只知道美国大概是对蒋介石做了一次失败的投资。到了1949年，马歇尔的想法得到了验证，表面上占据绝对优势的蒋介石居然在短短几年内就被共产党赶到了台湾去。这时候马歇尔已经毫不掩饰自己对蒋介石的看法，再曾评价蒋介石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指挥家。但马歇尔或许没想到，此刻自己在蒋介石心里竟然成了自己失败的主要原因。蒋介石认为自己之所以输了内战，不是因为自己不懂指挥失去民心，反而是因为美国人马歇尔一直在瞎指挥，在打乱自己的计划。这在如今看起来是一个相当不可理喻的说法，但蒋介石却屡次在日记中发泄对于马歇尔的怨恨。在蒋介石的设想中，如果没有马歇尔横插一脚，自己就能够早日占领东北；如果不是马歇尔一直强行要求国民党求和，那么自己的大军也可以以摧枯拉朽之势占领共产党的根据地。总之，没有马歇尔的话，胜利就会属于蒋介石。但我们都知道，蒋介石不会获得胜利。作为政治家，他极度的自私自利，斤斤计较，丝毫没有把国家与人民放在心上，也永远都不懂得反思。所以这样一个人失去江山是历史的必然。